古信，古信，古信，古信！对不起，你这个死变态，你我是Uncle Jack，Uncle Jack，看清楚。Uncle Jack， 你以为我是笨蛋啊？哎，我真的是Uncle Jack啊！我刚才进去厕所看那个不孝子的时候，结果我就不小心上了他的身体，我自己也吓一跳啊！你真的是Uncle Jack？ 我都死了还骗你干什么啊？没想到我竟然可以上不孝子的身体。你真的不是德刚啊？你还是不信啊？细心引领379，解惑答疑379，我们最爱379。哇！哎呀，Uncle Jack， 对不起啊，刚才我没有办法相信你就是Uncle Jack。没事，我明白了。药材炖好了，我看我还是先出来。哎，不要出来，我们先去一个地方。去哪里啊？不孝子不是不肯去看医生吗？那我们现在趁他还没有醒过来之前，大家去看医生做检查。哎，你说的对，那我们马上走吧。嗯。Uncle Jack， 医生怎么说啊？哎，难道是扩散了？Uncle Jack， 你不要担心，德刚还年轻，早一点得到治疗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劝他。哦，这不孝子根本就不值得你关心，他根本就不是得什么癌症，是痔疮。什么？搞了这么久，原来是一场误会啊！这个不孝子得了痔疮也不早说，还痛到晕倒，害我们还以为他得了癌症。其实也不能怪他，如果当时我听到大医院说的话，马上跟他问清楚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啦。不信，不好意思，害你白忙一场。没事啊，其实搞错也蛮不错的啊，至少Uncle Jack，你不需要那么担心。古信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密，千万不要让这个不孝子知道我上过他的身。嗯。Uncle Jack， 怎么了？是不是德刚的意识又醒来了？啊？应该是吧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哦，你刚才晕倒了，我就带你来看医生。不过现在没事了。看医生？哦，你的药，记得要涂啊。什么药？痔疮药。还有啊，我已经帮你安排星期3去割痔疮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没事，你自己回去啊。我先走了。不要忘记开花，那是当你还是一颗种子的时候，就与生俱来的梦想。这句话是你告诉我的。Sorry。哇，不错，有进步啊。不过呢，不过什么？念对白不要像读稿机器，要加点感情。加什么感情？要演好一个角色呢，首先要读懂那个剧本，然后把它消化。这部电影叫《相聚5478》嘛，讲的是一个中年女主角要怎么克服困难，比她小15岁的男主角一起走过的心路历程。我知道，可是我年纪还这么小，抓不到感觉。啊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哪一场戏最有感觉？
就选这一场吧，对白少又有感情。啊，告白的戏我不行，我赢不到的。告白的戏很容易的，来，我教你来。啊，你确定？你不要扭扭捏捏啦，你不是想跟你的偶像一起演戏吗？要就快点啊 ！OK， 你把我想象我就是你的偶像，你想象他站在你的面前，你想要向他表白你的心意，这样你就可以投入感情了。OK， 当你准备好了，马上开始。Come on， Are you ready？Baby， 我只想问你在吗？当年那份爱收藏在我家，照片的我亲吻你的脸颊。It's been a while since I saw you， 希望你好也没再哭。I miss you so girl， I'm coming home。Can I have a cappuccino？ Sorry。你笑什么啊你？我一看到你的脸就觉得很好笑。那如果真正拍戏你这样的话，肯定被导演骂。哈，那如果是这样，古欣姐会不会就不让我演了？那你会怕就要认真一点啊！你就是因为没有全心全意，把你的感情还有经验投射进来，才会有笑场的。可是我都没有演过戏，怎么懂得投射感情？你就想一想你的初恋怎么跟你告白就可以啦。我都没有初恋，不要告诉我你没谈过恋爱啊！我只有暗恋，我连谈恋爱是什么感觉都不知道。哎，好了，我想一想，怎么具体点形容来帮你。要不然你就跟我分享你印象最深刻的告白，让我感受一下。要不然你就跟我分享你印象最深刻的告白，让我感受一下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告白啊，欣啊，对不起，每次跟我出来都需要躲躲藏藏的。没关系，能够和你在一起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你对我真好，欣啊，再多几分钟就是2000年了。人家说2000年会是世界末日，我不想在我死之前。就算是世界末日，至少我们是在一起的。就算世界末日，我们也不会分开。是我要对你说声谢谢，也就是这样，感受这世间温暖的你。谢谢有你，不再哭泣，我的生命能继续，把握这一刻，收拾心情，从头重新再开启，好好珍惜，不再放弃，看这世界多惬意。哇，原来你们是跨年夜在一起的，好浪漫哦！何止跨年啊，我们还是跨世纪之恋。世界末日我们都不怕，有个浪漫的开始，却没有个完美的结局。可惜啊，如果时间可以停留在那一刻就好了。你还好意思说不会分开，回过头就辜负古欣姐啦？我也是被人骗的。是你不好，这么轻易就放手。也对了，都怪我年轻不懂事。人家说啊，很少初恋不留遗憾。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女人就是阿星，第二就是雨薇。你就是花心老男人。我对他们是100%的真心的。等你投入一段恋情，你就会明白了。哎呀，如果谈恋爱这么复杂，我宁愿什么都不要懂。
OK 啦，累了，我们等一下再继续。OK， 我先去休息一下。大明星，那么巧啊，又来找阿飞哥？你可以不要一直骚扰阿飞哥吗？我要来陪他吃午餐的。这些炸的食物是买给他吃的？不然呢？阿飞哥最喜欢吃的就是老姜油条和炸鸡，你不知道吗？所以你早就知道他没有病。去！那你在咖啡店的时候为什么要说他有大肠癌？你管我？难道你信了？自己笨就不要怪别人。我喜欢阿飞哥，整个咖啡店都知道了。为了他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你们串通来骗我？对啊，如果你不想被骗，你最好不要来找他。阿飞哥坐过牢又有小孩，跟你不配，你最好远离他啦。钟医生，病情是不是已经？上次检查肿瘤已经有扩大的迹象，情况不太乐观。我建议尽快为他动手术。还有，我会开新的药给他服用，加强他的免疫力。爸爸，啊？什么事啊？我是不是要死了？谁说的？没事，你会跟爸爸一样，很强壮，很无敌，知道吗？跨越空间的山峦，距离原来如此渺小。做不到啦！阿刚，是谁坚持一直守在身旁？触不到的拥抱，听不到的心跳，灵魂之间的依靠，跨越空间的缠绕，你我之间不多不少。德刚，拿去吧。这么少？你等钱用啊！下一次有想打拳的有钱老板，我再帮你要多一点。阿飞哥，我有急事先走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不要这么大声，凯刚刚睡着，他累的。
我走了。刚才开说他一个人在家，叫我过来陪他的。等一下。你怎么了？应该我问你啊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可以让他一个人留在家？其实我有叫大鱼员来看着他的，但我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了。那你去了哪里？我去处理一些急事。什么事啊？你的脸为什么会被打成这样？你刚才处理的事，是不是跟钱有关啊？凯达生病了，需要一笔医药费，不能再等了。需要多少钱啊？10万。可是我手上没有这笔钱。如果你能借我的话，我答应你。等开动完手术以后，我会把这房子卖了，到时把钱还回给你。够了，不要再演了。你装你有大肠癌不成功，现在还拿开来当借口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有大肠癌？你不用自己说啊。我知道你的目的。我有什么目的？你知道我们会担心你的健康，所以联合另外一个人来骗我们。我真的没有。所以你是以为我有大肠癌，才来帮我吗？是啊。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吗？是你爸爸叫我来这里照顾你的。这件事情我不会告诉你爸，你好自为之。我要上身，上你的头！你们想造反是吧？前辈，还好特地过来一趟，忘了小迷糊上一次的教训啊，还敢随便上人的身。哎呀，不是啦，Uncle Jack 是不小心上了他儿子的身。对啊，原本我以为我跟不孝子一定是八字不合，才会整天被他气得半死，谁知道我竟然可以上他的身。哎，前辈前辈，那除了八字之外呢，还有没有其他上升的条件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不可以，要我说多少次？灵魂最好不要随便上人的身。那别说我没有警告你们了，干扰人界的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。I'm serious, OK？ 好了好了，别再想那些有的没的。古欣的生日不是快到了吗？你们想好要送她什么？哦，古欣姐说没有特别想要什么礼物，暂时只确定了表演项目，老男人会教我们跳舞。那很好啊，平时看古欣也没什么朋友，今年有你们陪她过生日，她肯定会很感动。可惜古欣看不到前辈，不然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庆祝。No worries， 在你们还没投胎之前，等你们其中一个过生日，再跟你们一起庆祝 ，How about that？ 下个月就是我的生日了，你要帮我庆生吗？你是10月生的，我是天秤座，是10月21号凌晨5点20分出生的。哇，连几点都记得这么清楚啊！ Of course， 是我妈告诉我的。她说我爸那天本来要去日本工作，可是在凌晨3点多的时候，我妈就突然肚子痛，就被我爸紧急送进医院。差不多2个小时后，我就出生了。哦，原来你是卯时出生的。我听老一辈的人说，这个时段出生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什么都敢想，什么都敢做。是啊，那我像吗？像个迷糊冲动又不怕后果的死小孩。所以今天安心不让你出门，就是怕你闯祸。才不是！我每次跟古欣姐出门都有保护她的啊！啊，就好像前几天安迪莉莉突然靠近她的包包，我也有留意到的。喂，没大没小，为什么你现在才说啊？后来安迪莉莉做了什么？她打扫了之后就离开了，没有什么的。不要告诉我你怀疑她。只要有可疑，就不要放过。走。去哪里？电视台啊。前辈，麻烦你了。哎，信，不是叫你们待在家的吗？为什么都在这里？是前辈带我们来的。没大没小，看见安迪莉莉很可疑，她可能就是伤害你的人啊。一个清洁工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这很难说的，说不定她被人收买呢。你们真的是想太多了。你不攻击别人，不代表别人不攻击你。现在暗箭难防啊。古欣，我们也是担心你被人针对，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啦。对啊，你要相信我。
人的妒忌心呢是很可怕的，要无中生有啊，还不容易。啊，反正现在已经有可疑的人物了，你就让我试一试吧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们有什么鬼主意呢？啊，只要用简单的方法就能试出他是不是内鬼，不过需要你的配合。午安，午安。现在没人了，可以下饵了。还是算了吧。哎，不行，上一次他看着你的包包，好像有在你的包包动手脚。你相信我一次，把包包放下，去厕所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娜，上钩了吧？不会是他吧？如果是他，就真的是人不可貌相了。不会吧？怎么样？啊，不是他。他只是好意，怕弄脏你的包包了。满意了吧？那虽然凶手不是他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找出凶手，相信我。相信你就像相信鬼一样。再这样下去啊，肯定是没完没了的。就算真的是有人要针对我，我也会小心的。我今天真的是很忙啊，没有办法带你们回去，你们自己找办法。不要再闹了。哎呀，果心姐好像生气了，怎么办？都是你啦！喂，我们是一伙的。不要这么自私啦！你都会上你的儿子的身了，你就让我试一次吧。你要我说多少次？前辈警告过我们，叫我们不要随便上别人的身。我只是试试看而已，又不是上他的身体，用来做什么？你太无聊是吗？我是帮前辈找出上身的原因。你的孙子有阴阳眼，说不定你的儿子八字特别，容易被灵魂上身。啊，总之你不要乱来了。刘先生，随便参观一下哈。这屋子很旧，很多东西都得换。虽然是旧了一点，但是屋子还保养得很好，只要有一下期就可以马上搬进来住了。你的儿子要把你的房子卖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不孝子。最近我才刚刚搬进来，有点忙，没有时间收拾。你刚搬过来，为什么突然又要卖掉？哦，其实这房子是我老爸的，他刚刚过世。你真的想把我气死？房子留给你不是让你卖掉的。好像有冷风。哦，证明这里的空气流通好啊。刘先生，要不要进去厨房看看？你真的把房子卖了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你放心，我帮你赶走他。这样的设计，我可以扣给你的。好像有东西在催我。刘先生，不妨坦白告诉你，我现在急需要一笔钱。如果你今天能做决定的话，价钱再低一点都无所谓的。知道你很有诚意，所以文件我也准备好了。可是，算了算了，我不买了。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喂，你能碰到东西啊？刘先生，听我说，2万，我扣2万。我才不要！3万，3万，不要！刘先生。
我知道是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就冲着我来。这房子我是卖定了，我需要这笔钱，没有这笔钱的话，开就会死了，他是无辜的。柯拽，开的事子璇已经告诉我了，你没事吧？本来以为我那个不孝子只是得了小病，我可以不必理他，放下去投胎。没想到，现在发现开生病了。可能开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，你也不要太担心了。这么小就有脑瘤，他妈妈又走得早，他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我冯天龙这辈子没什么大成就，可是却也没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啊！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我老婆得癌症走了，现在孙子也出事了，就连留给他们的祖屋也必须被卖掉。白，你一定很舍不得吧？舍不得也没办法啊，不卖房子也筹不到钱。我只是担心房子没了，他们以后的生活怎么办？我那个不孝子就是这么固执，发生这么严重的事，还想自己一个人扛。顾欣啊，开的手术费，你放心，开的手术费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谢谢你。我也很喜欢开，我不希望他有事。不知道是不是遗传？你别看不孝子现在又高又壮的，其实小时候他经常生病。为了他的健康，汽水、零食我都不让他碰，对他管教特别严厉。那还应该谢谢你啊。他会这样想就好喽。当初为了锻炼他的身体，我还教他打篮球。一开始他很认真学，还入选了校队。可是上了中学之后，他就变得叛逆了，话变少了，最后连球也不打了，甚至连家也不回了。我真的很想问他，我这个爸爸到底还有哪里做得不够好？可是每次一见到他，话就是说不出口。拿去吧。对不起啊，之前误会了你。你爸的东西不用卖，屋子也留下来吧。拿去吧，不要再拖了，赶快帮开安排动手术。你现在终于肯相信我了。你爸已经把开的情况告诉我了。你宁愿相信鬼说的话，都不相信我说的话。有时候人比鬼还要复杂。你之前为什么我问你，你不跟我解释啊？心里面都已经把我当成是坏人了，再怎么解释啊，你会相信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之前误会你，连何大医院来骗我。
骗你什么？你有大肠癌的事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有大肠癌？还有，这件事跟大医院什么关系？他跟你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一场误会。对了，开呢，在房间休息啊。他早上有点不舒服，还在睡觉。那他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？2年前，他被诊断出得了脑瘤，虽然是良性的，还可以靠药物控制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个脑瘤移位压到了神经线，影响到了他的协调能力。医生说，最好尽快动手术，可是动手术就会有风险。我多么希望得脑瘤的人是我，那他就不用受那么多苦。在这阶段，你一定要坚强，开很需要你。如果你爸爸看到你这样，他也会担心你的。是他把我赶出来的，担心什么？其实你爸爸心里是很在乎你的。他跟我说，你们之间的关系其实还蛮不错的，直到你上中学之后才变。他也很想知道，你为什么不回家？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如果当年我不是那么叛逆，加入死会党，或许这个家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别人还钱啦！这是今天说的账。哇，还是你们2个有办法啊！哎，打电话。谢谢老大。冯德刚，你有种啊！居然敢在我地盘抢生意！我就是喜欢在你地盘抢生意，怎样？找死啊！给我打！警察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警察，快点，一起走啊！一走，一个人好过2个人被抓。你走，走啊！冯德刚，我们收到消息，你妈妈在前天过世了。你不配叫这声骂！你妈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，还在叫着你的名字，还只不过想见你最后一面，你都没出现，连最后一程也不来送她。你还是不是人啊你？就算是我死了，也不比你从重。滚！哎，你还好吗？哎，你没事吧？我妈一定对我很失望，连最后一面都不见就走了，更别说我爸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天，他对我有多失望。我没有对你失望。你爸现在都知道了，他明白你的苦衷。现在他们不在了，我只剩下凯。
我不能再失去他。我答应过他，要保护他一辈子。我不能让他也对我失望。不会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看到吗？古星呢，虽然不常演戏，不过每次演什么就像什么。比如这个角色，他就抓到人物的精髓，尤其是他的眼神。三师妹，你没事。这个眼神呢，就是有爱的，因为他的对手就是他的青梅竹马。可是这眼神里，又要有一点好胜心，很细腻。古星姐真的很厉害，谢谢你教我这么多啊！哎，客气什么？我们继续。三师妹，原来她跟古星姐演过同一部戏，而且还是古星姐年轻的时候，难怪她记得自己是三师妹。真的很巧哎。如果知道他是谁，就好办事了。你快点 fast forward 去后面看 roller credit 有没有他的名字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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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对，就是这里，停，他的名字叫袁淑婷。现在有名字了，就可以去电视台帮忙查他的资料。我们马上通知前辈。大叔，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？三师妹，我们知道你是谁了。你的本名是不是叫袁淑婷？不会真的忘得这么彻底吧？我记得了，我是袁淑婷。我终于记得我是谁了，谢谢你们帮我找回名字。我们只是走运，刚好看见你曾经演过的一部电视剧。而且还是古星姐年轻的时候，你有印象吗？古星，不记得也没关系，反正现在已经有你的名字，可以麻烦古星姐帮你查资料。如果能找到你的家人，你应该可以想起更多的事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天你们不是在讨论说有人要对付古星姐吗？我想起来，我有看到古星姐进厕所。那你还看到什么？我看到那个人在厕所外放了一个围栏，上面贴了一张纸，是不是那张 off order 的纸？是谁放的？是他。我看他给古星姐吃一颗糖，然后又把整盒糖丢进垃圾桶。茉莉姐、古欣姐，把门关上。坐下。古欣，你来吧。很熟悉吧？应该是你的。我们在化妆间的垃圾桶找到的，里面还剩下蛮多糖，为什么要丢掉啊？我不小心掉到地上，就整盒丢啦。你还不承认？我已经把糖果拿去检验，报告出来，你自己跟警方解释。我承认，是我在糖里下了安眠药，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我刚入行的时候，
第一天就被你骂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那是至少1年多前的事了。我会这么说，也应该是因为你没有把工作做好吧？你好像一直都在针对我，觉得我做的不好。我是对事不对人。对不起，是我一时冲动，是我小心眼。你这叫愚蠢啊！对不起，古欣姐，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好吗？我可以不追究，不过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。我答应你，不会有下一次了。古欣不追究，可是我不能坐视不理。你最好马上跟我辞职，明天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出去。古欣姐，行，怎么样？他承认了。茉莉姐已经把他给开除，明天应该不会再来了。对了，你们刚才说的舒婷，她在吗？舒婷在这里。谢谢你，不客气。舒婷说不客气。我觉得云云的目的一点都不单纯，她这么做对她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可能有人在背后支持她。人都抓到了，我不想再节外生枝。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，毕竟人皆是是非之地啊。我会继续留在化妆间，帮你们留意谁有可疑。不用了，现在应该轮到我们帮你查资料。古欣姐，你可以帮个忙吗？你说的人我不认识，不过他可能是 agency 的，我帮你查一下。好，谢谢你。你确定他叫袁舒婷吗？是。是。应该是他。你慢慢看吧。好 ，Thanks Lisa。是他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你可以找回你的家人了。Are you happy？ 我出去一下。古欣姐，你怎么了？去逞强，让爱慢慢滋长，心的重量该怎么计算？是谁坚持一直守在身旁？触不到的拥抱，听不到的心跳，灵魂之间的依靠，跨越空间的沉默，距离原来如此渺小。喂，我想问，我女儿还好吗？ Surprise!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你对不起我什么？当年我没有打掉孩子，你有一个女儿。